这一讲我们进入武帝征和2年，首先关注一下公孙贺父子的命运。上一讲谈到朱安氏在狱中上书告发说，公孙敬生不但和武帝的女儿杨氏公主私通，而且指使巫师在武帝去甘泉宫的必经之路上埋葬人偶，诅咒武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私通这种事并不稀奇，但这一对奸夫淫妇，一个是武帝的亲信重臣，一个是武帝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要用巫蛊手段诅咒武帝呢？从常理来看，他们完全没有作案动机。朱安氏会不会只是死到临头乱咬一气呢？无论真相如何，以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只要有了朱安氏的这份指控，公孙贺一家就在劫难逃了。春正月批捕公孙贺，审理结果是罪行属实，公孙贺父子全部死在狱中，家族全部诛杀。但问题是，不论公孙贺父子是不是被冤枉的，既然案子是这样结的，结案文件里边总得写清楚犯人的作案动机吧？那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了。但假如我们设身处地站在法官的位置上，非要编造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动机的话，其实一点也不难。因为武帝一死，太子自然就会继位，而太子一旦继位，公孙一家的荣华富贵就算有保障了。至于和公孙敬生通奸的那位杨氏公主，没错，她确实是武帝的亲生女儿，但她也是皇后卫子夫的亲生女儿，是太子的亲姐姐。丞相公孙贺当然也有动机，因为他是皇后的姐夫，太子呢姨父。从太子到公主再到公孙贺父子，命运通通绑定在皇后身上，而皇后早已经失宠，武帝不断有新的宠妃，新的爱子，这不才因为赵婕妤生了刘弗陵，给赵婕妤住的勾弋宫大门改名为姚母门了吗？说不准哪一天武帝就会废掉皇后，废掉太子，所以公孙贺等人为免夜长梦多，这才用上阴险狠毒的巫术，要赶紧送武帝上路。整套逻辑就这样完整了闭环，越听越觉得合情合理。或者说，除了这个理由之外，确实很难想到一个更加合情合理，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了。公孙贺死后，武帝以中山靖王之子朱郡太守刘屈毛为丞相，封彭侯。当年夏天有狂风大作，摧毁房屋，折断树木。朱翊公主、杨氏公主和长平侯魏抗都因为巫蛊事件被处决了。现在我们看到公孙敬生案已经被扩大化了，新晋牵连进来的朱翊公主也是卫子夫的女儿，长平侯魏抗是卫青的儿子兼继承人，卫子夫有3女1男，独生子就是太子刘据，那3个女儿都是刘据的姐姐。大女儿魏长公主又称当立公主，先是嫁了平阳侯曹襄，曹襄死后，她又被武帝改嫁给了方氏栾大，然后栾大骗术败露，当立公主再一次守寡。当立公主后来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，很可能在公孙敬生案发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在人世，不然是逃不过这场滔天大祸的。朱翊公主和杨氏公主既然被杀，按说他们的夫家也不可能幸免于祸，但他们到底嫁了谁？史料并没有给出记载。无论如何，当事态发展到这一步，任何人都不难感受到魏家逆境大厦将倾，皇后和太子的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了。就算武帝并没有真的怀疑到他们的母子身上，但政治圈的生态是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。那么站在墙和破鼓的角度，就算再怎么谨小慎微，也一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了。这个时候，武帝离开长安，住在了北边不远的甘泉宫里。屈指一算，从武帝即位之后，余年改元的建元元年到如今这个征和2年，已经过去了49年。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，已经垂垂老矣。不仅武帝老了，即便是太子刘据，按周岁算，都已经是37岁了，儿子都老大不小了。随着武帝在长安城内的缺席，公孙敬生案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，一场震动朝野、株连无数人的人伦惨剧就这样拉开了序幕，史称
巫蛊之祸。《资治通鉴》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述巫蛊之祸的始末，但是辛德勇先生做过令人信服的考证，证明司马光在这里采信的史料大部分都出自汉武故事的小说家眼，虽然绘声绘色，充满了气节，但可信度约等于零。那么我们不妨审慎起见，根据《汉书》的记载来梳理一下巫蛊之祸的经过。首先可信的史实是，武帝入主甘泉宫避暑，病了。这时候的武帝已经快到人生70日古来稀的年纪了，这些年还没少吃仙丹，这一病之后还能不能起得来，在当时的人看来确实心里没底。如果武帝就这样驾崩了，那么太子刘据就会顺利继位，而刘据只要继位了，卫子夫可就是摇身一变成为皇太后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朱翊公主和杨氏公主的死该怎么算？长平侯妹抗的死该怎么算？公孙贺全家的死又该怎么算？这期血债拿清单算下来，当初负责办案的那些人心里能不怕吗？案子到底是哪些人办的？史料并没有留下记载。不过本来和本案无关的江充倒是第一个跳出来了。江充上奏说，武帝之所以病倒，都是因为巫蛊作祟。病因既然找到了，对症下药就不难了。主治医师也是现成的，就是江充本人。在巫蛊事件之前，江充的表现特别可圈可点。他在得到武帝的青睐之后，首先给自己揽下了一个出使匈奴的凶险差事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概率很高，而这一扣大概率上就会扣在北方饥寒之地。武帝问江充有什么构想，江充回答了3句话，每一句都精彩。原话是这样说的：因变制夷，以敌为师，事不可预图。这可不是说大话，江充党阵成功出使，顺利归国，这才担任了绣衣直指御史。江充上任之后，在大长安地区缉捕盗贼是一方面，打击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，尤其是官二代们的奢侈僭越行为是另一方面。不但刚正不阿，还很聪明地向武帝提出申请，不但要没收那些僭越者的车马，还要把僭越者本人送到军队出征匈奴。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们当然不在乎车马被没收，但亲自参军打匈奴这种事可把他们吓坏了。纨绔子弟们集体找武帝口头求情，愿意交钱赎罪。武帝答应了，因此狂收了一笔钱。你看，这样一个江充，简直就是包青天和桑弘羊的合体。所以武帝对他信任有加，怎么都不能说这是武帝年老昏庸的征兆。如果说江充身上有什么毛病的话，《汉书》交代了这样一句：宗族和好友们从他那里得到过很多关照，终于他犯了法，被免了职。但这一句话来得有点莫名其妙，简直像是错解。尤其是江充被免职的事情和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。退一步说，以江充到处开罪搭人物的做派，但凡有一点点徇私，关照过谁，注定要被仇家咬住播放，不死不休的。回顾江充检举赵太子的前后经过，人们也很难挑出错来。因为一来赵太子真的是个烂人，罪不容诛；二来呢，赵太子只因为怀疑江充在自己父亲面前说过自己的坏话，就借助官府的力量缉捕江充，缉捕不得之后，就抓了江充的父亲和哥哥当众处斩。这种局面之下，江充如果不去长安检举揭发的话，反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。那么江充为什么要上奏说武帝之所以病倒，都是因为巫蛊作祟呢？汉书倒也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说江充看到武帝年迈了，生怕武帝驾崩之后太子要杀自己，所以才想出了这条奸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江充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班固又是从哪儿知道的呢？从这个时间点一直到江充后来死掉，江充都没有机会吐露心声，甚至没机会回答审判人员的质问，所以《汉书》的这段记载到底也不过是班固的推测，或者最多是社会上的一种共识。那么当我们排除这些干扰项，下一个问题就会是，
江充会不会真的认为武帝的病是由巫蛊而起的呢？这还真不是不可能，因为巫蛊这种事情，即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都没能彻底退出市场，何况是那个格外浸染着迷信色彩的汉代呢？早在陈皇后案里，巫蛊就是害人的核心手段，整个社会也真的相信这套东西。退一步说，江充虽然和太子结过怨，但那点事情实在是小小不言。江充就算担心太子会对自己打击报复，也没有道理担心到认为太子会杀自己。也就是说到这个时间点为止，江充并不存在必欲置太子于死地的动机。而从正常情理推测的话，江充甚至很应该有动机拉近和太子的关系。因为武帝一旦真的驾崩，不知道有多少先前得罪过的达官显贵想要自己的命，只有太子，也就是新一任的皇帝，才有能力保全自己。自己如果害死太子，同时又没有扶植另一名皇子给自己找后路的话，那么只要武帝一死，不论继任者是谁，自己大概率上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但是事情毕竟没有沿着常情常理发展下去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